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围绕着一个很常听到的关键字，就是北约。普廷要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泽伦斯基却说，只要能加入北约，实现真正的和平，他愿意辞去乌克兰总统。俄罗斯宁愿打仗被制裁，也要阻止乌克兰成为北约的一份子。泽伦斯基口中的和平还没实现，北约就先成为乌克兰被侵略的理由。北约真的能够带来和平吗？如果没有北约，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国际为什么？我们为你解惑一个难解的国际现象究竟从何而来。今天想跟你聊聊，看似离我们很遥远，却对欧美数十年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北约，带你一起了解全世界最重要的军事同盟。首先，这一段我们来谈二战后的西欧怎么会跟美国走向结盟呢？北约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简称，对欧美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同盟。而要了解俄乌战争，北约就是一个不得不谈的关键字。具体来说，北约有多重要呢？目前北约有32个会员国，除了美国跟加拿大，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欧洲国家。根据统计，这些国家的军队总数达到350万人，军事支出更是占了全世界的55%。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横跨北大西洋的大型军事组织。这些成员国之间在国防跟军事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彼此支援，彼此保护。而关于北约的起源，我们要从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开始说起。当时的欧洲受到纳粹德国的摧残，可以说是百废待举的状态。相比之下，美国本土没有被战火波及，经济情况比较好，有钱有实力，又有二战战胜国的光环，在当时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强权。而当时能够跟美国一起称得上大国的，就是苏联。虽然美苏都是二战的战胜国，但是美国渐渐发现苏联的政治体制跟外交政策跟美国的价值观很不一样，最终一定会导致美苏两国变成长期冲突的状况。所以美国政府为了预防苏联的扩张，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也就是本段的第一个关键字：围堵苏联。在这里要先说明一下，所谓的苏联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简称，包含15个国家，以俄罗斯为核心。二战结束后，东欧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几乎都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像是波兰、罗马尼亚、东德等等。名义上虽然是国家，但都是听苏联的命令行事。苏联控制的东欧跟美国结盟的西欧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之间的国界线就被称之为铁幕。这道铁幕把欧洲分成东西两个集团，这个概念很重要，先记起来，后面会加强说明。学者贾德在他著名的著作《战后欧洲60年》中指出，二战后的西欧非常衰弱，但如果这个状况持续下去，苏联的共产势力就有可能趁着这个机会扩张到整个欧洲大陆，而这正好是反共的美国最不乐见的局面。由于西欧各国紧邻铁幕，需要美国的资金快速重建，美国也需要有一个足够强大的西欧，所以帮助西欧重新站起来，可以自立自强对抗苏联，就成为美国当时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在这样反共重建的前提下，1947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重建西欧的马歇尔计划。虽然计划短短几年就结束，但影响非常深远。根据统计，这几年是欧洲史上经济成长最快速的时期，让西欧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恢复活力。马歇尔计划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影响，就是把美国跟欧洲的关系变得更加密不可分。而欧美在经济上的合作默契跟经验，是后来北约能够出现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基础。所以马歇尔计划也是我们这段的第二个重点关键字。前面提到的围堵苏联，不可能只靠这些重建欧洲的经济手段，更重要的是透过真正的武力把共产势力给堵起来。所以在了解完二战后的欧洲局势之后，接下来就要切入我们的主题北约。接着这段要来谈北约的成立是美苏确定冷战的关键一步。前面提到，美国为了要围堵苏联，所以协助欧洲进行战后重建。而在更加迫切的军事围堵上，美国也加强跟西欧的防卫合作，最后就出现了北约。不过北约并不是一个从天而降的突发奇想，而是在3个条约的基础上逐渐演变而来，分别是大西洋宪章、
敦刻尔克条约以及布鲁塞尔条约。这些条约的内容很复杂，我们不详细说明，但简单来说，1948年签署的布鲁塞尔条约，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让西欧的英法荷比卢等5国共同组成防御联盟，防堵共产势力扩张。既然美国跟西欧有了一样的战略目标，那设计一个美国可以参与西欧防御的机制，就成为当时最主要的议题。1949年，美国、加拿大跟10个西欧国家在布鲁塞尔条约的基础上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正式确立美国跟西欧的军事同盟关系。最主要的目标就是阻止苏联共产势力在欧洲扩张。而为了要执行北大西洋公约，就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本集的主角北约。由于二战之后，美国是最有钱有势的国家，能够拉拢到美国这个超级大靠山，对西欧的许多人来说是个好消息。除了能够对抗苏联，又能防止纳粹德国的悲剧再次出现，所以北约第一任秘书长才说出一句名言：北约的目的就是把苏联挡在外面，把美国留在里面，把德国压在下面。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好奇啦，北约也不是第一个军事同盟，为什么会让西欧这么开心呢？在这里就要说到本段的第一个关键字，也是俄罗斯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最关键理由——北约第5条。北大西洋公约的条文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第5条条文，也就是如果其中一个成员国被攻击，就会被视为是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其他成员国就要做出回应。回应的方式虽然没有强制规定，但明确写出可以使用武力。这个条款主要就是为了提防苏联如果攻击北约的任何一个成员国，苏联就必须担心美国会武力回击，而且最重要的是，美国拥有核武，光是这一点就对苏联产生非常大的吓阻。就这样，获得拥有核武的美国支持，西欧等于有了一顶相当安全的保护伞。而面对欧美的大动作，另一头的苏联也没有闲着，为了应对北约的威胁，同样展开了集体防卫的布局。前面提到，二战之后，在铁幕东边的东方集团几乎都受到苏联的控制。苏联为了对抗西方集团的北约，在1955年跟东方集团成立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组织，又被称为华沙公约组织，简称华约。美国为首，代表西方集团的北约，跟苏联主导，代表东方集团的华约，这2大阵营的对抗，就形成了本段的第2个关键字——冷战。虽然冷战具体开始的时间点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不过在1955年确立了北约跟华约2个集团的对抗，因为非常有代表性，所以这2个集团几乎可以说是冷战的代名词。至于为什么会被叫做冷战，是因为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北约跟华约都没有在欧洲正面交火，也就没有热战，两边都用武力产生吓阻，没有谁敢攻击对方，因为那就会变成2大集团的全面战争。也就是说，即便没有打击到苏联，但北约第5条的集体防御确实把苏联堵起来，在冷战数十年的时间里，发挥保护西欧的功能。说来也有趣，在数十年的冷战期间，北约第5条的集体防御都没有启动过，至今唯一一次的启动还是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在这之后，北约在美国的请求下，参与了美国发起的阿富汗战争，还有之后的伊拉克战争。北约第5条本来是用来保护西欧各国，但首次的启动竟然是欧洲国家协助美国展开海外军事行动，你说讽不讽刺呢？这一段要来带大家了解，冷战结束了，北约为什么没有解散呢？我们前面花了不少的篇幅来帮大家整理二战之后的欧美局势，包括苏联、铁幕、华约、冷战这些名词，都跟北约有很重要的关联，而且环环相扣，少讲其中一个都会有点可惜。不过碍于篇幅，我们还是省略了一些细节，选择把最精华的部分介绍给大家，在这里跟大家说明。就像前面提到的，北约跟华约2大集团的对抗，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在欧洲引发战火，所以接下来这一段，我们就把时间快转到1991年，这时的北约出现了新的变化。1991年是欧洲历史的关键年份，包括苏联在内的共产政权因为经济问题逐渐出现执政危机，越来越难维持高昂的军事支出，导致苏联决定解散华约。最后在那年的12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巴契夫宣告了本段的第1个关键字：
苏联解体。所以在1991年这一年，北约的主要敌人华约跟苏联都陆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站上了国际舞台。俄罗斯接替苏联这件事情很重要，先记起来，我们等一下会聊到。随着苏联的解体，有很多受到苏联控制的地区成为独立国家，例如波兰、匈牙利、波罗的海3国、捷克等等。在冷战结束后选择加入北约，靠向西方集团，让北约在1999年、2004年进行了2波大规模的扩大，加上冷战期间以及近几年陆续加入的国家，直到2025年5月，北约总共有32个成员国。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北约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对抗苏联。既然苏联都解体超过30年了，北约怎么还一直存在，而且规模还越来越大呢？其实北约存在的必要，在冷战结束时受到了很多考验，毕竟已经没有了苏联的威胁，甚至还有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北约只是冷战时期的产物，早就已经过时了。欧美各国应该要适应苏联解体后全新的国际秩序，暗示北约也应该要解散才对。如果抛开对抗苏联的目标，美国透过北约在欧洲发挥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而欧洲也乐见由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等于是欧美都需要北约继续存在。所以在冷战结束后，北约帮自己找了一个新的目标，就是接纳前苏联国家，让他们成为欧美国家的盟友，协助他们脱离共产威权的历史，走向民主转型。也就是说，北约不再只是一个军事同盟，也同时是一个政治组织。而在这时，北约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有点不可思议的决定，就是向继承苏联的俄罗斯释出善意。1994年，北约邀请俄罗斯加入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用来增加双方的各项互动，还有建立信任基础，不希望再走回冷战的老路，甚至可以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说，这代表俄罗斯有机会在未来加入北约。但是和平伙伴关系持续了20年，俄罗斯还是没有办法加入北约。普丁就指责北约根本缺乏诚意，加上2014年乌克兰亲俄派政府遭到推翻，普丁担心乌克兰新政府会更亲近北约，所以决定出手并吞对俄罗斯有很高战略价值的克里米亚，维持自己的军事利益。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俄罗斯跟北约之间的信任度不足，关系一直都很紧张。直到2022年的俄乌战争，双方完全决裂。Констатировали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Беларуси, что залог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мира на Украине и снятия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вокруг этой страны является выполнение Минских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ей.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и впредь коллективно принимать все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меры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двух стран в свете нарастающей военной активности стран НАТО на внешних границах союз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普丁决定出兵乌克兰前夕，就非常直接地表示，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就会获得北约第5条的保护，等于北约军队就在家门口，对俄罗斯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这是北约挑衅俄罗斯的一种讯号。不过打从1991年独立以来，乌克兰就一直反复受到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才会让乌克兰想加入北约，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而关于俄乌之间的冲突，在国际为什么第1集有非常详细的介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方的连结前去观看。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点出普丁一直挂在嘴边，认为俄罗斯安全被欧美国家威胁的主因，也是本段的第2个关键字——北约东扩。在这边，我们就要换到俄罗斯的角度来看，而这里面就藏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原因。说到北约东扩，我们就先提到一个冷战的小插曲，也就是苏联曾经申请加入北约。欧美跟苏联都心知肚明，北约的成立是为了阻止苏联扩张，但是北约的条文里面完全没有出现苏联这个字眼。北约的使命名义上是要维持北大西洋的和平稳定，所以在1954年，苏联为了打破这种被围堵的困境，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以共同维护欧洲和平为理由，申请加入北约，看看北约会有什么反应。当然，结果可想而知，北约拒绝了苏联的申请，才有后来苏联成立华约，开启2大集团冷战的局面。其实从戈巴契夫、叶尔钦到普廷，这些苏联跟俄罗斯的领导者，不论是真的想促进欧洲和平，还是只是想打破被围堵的困境，都曾经表达希望加入北约，
却因为各种原因始终不得其门而入。所以对普廷来说，北约的所作所为让他很不是滋味，因为北约不断接纳波兰、匈牙利这些前苏联控制的国家，却一直拒绝让俄罗斯加入北约，是对俄罗斯的一种挑衅。也就是说，在普廷看来，既然北约的目的是要对付苏联，如今苏联都解体了，北约却不断扩大，那就是针对俄罗斯来的。Что этот элемент, который должен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ть, это абсолютный императив, прекращение политики открытых дверей и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гарантий дальнейшего непродвижения.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北约不断东扩，造成俄罗斯认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被侵犯。2022年入侵乌克兰就是一种反击。前美国总统柯林顿对这种指控表示反对意见，他认为北约东扩不是导致俄乌战争的原因，相反的，如果没有东扩，乌克兰战争会更早开打。前美国驻德大使宾德纳格认为，北约的错误并不在于东扩，而是没有重视俄罗斯认为自己遭到背叛的情绪，才会导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里说俄罗斯认为遭到背叛，是因为有许多文件以及政治人物的回忆录都指出，美国曾经在苏联解体前承诺不会让北约东扩，但从北约的角度来说，北约无法主动扩大，而是被动接受国家的申请，符合标准就可以加入。所以关于北约东扩的许多争论，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定论。最后，我们要来聊聊，如果美国真的离开了，北约还会是现在的北约吗？在川普2次担任总统期间，不断重申对欧洲的不满，讲了很多难听话，认为欧洲透过北约占了美国很多便宜。要了解川普的不开心，我们要先从二战后西欧的角度做个简短的回顾，来看看他们透过北约在美国的保护下到底获得了多少好处，川普的愤怒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就像前面提到，二战之后的美国迅速取代伤痕累累的英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马歇尔计划重建经济，北约成立提供安全。西欧在这个最风雨飘摇的时刻，是美国协助他们渡过难关。我们都知道，国防军事是很花钱的领域，但现在有了北约，北约的会费是依照各国的人均所得还有其他条件来计算，每个会员国该分担的会费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出一样多的钱，所以人口数跟人均收入都是最多的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北约出钱最多的国家，大约都在 20% 以上。但这个会费不是最主要的问题，而是各国单独的国防预算维持自己的国防需求跟交给北约的会费是不一样的。不过既然有美国在前面挡着，还在欧洲部署10几万的美军，欧洲各国的国防预算可以不用变这么多，转而拿去用在国家建设或是社福政策。这种现象在冷战结束之后最为明显，没有了苏联这个敌人，又有美国的保护，欧洲国家这种削减国防预算的行为持续数十年，而这种好处就是本段的第一个关键字：和平红利。以英国来说，跟冷战最紧绷的时期相比，军费已经下降将近 70%。而根据欧洲智库的统计，欧洲国家在冷战之后已经享受了高达 1.8 兆欧元，相当于60兆台币的和平红利，其中德国的红利最多。川普之前说，北约有很多成员国欠缴会费，甚至还说如果不还钱就不提供保护。至于他口中的欠款，并不是指上缴到北约的会费，而是派这么多美军驻扎保护欧洲国家，欧洲却不愿意多编预算自己负责国防，川普才会认为欧洲人占了美国的便宜。NATO countries have to pay up. They have to pay their bills.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for $200 billion, and they're in for $25 billion. 后来北约有调整会费的分摊方式，调升德国的会费跟美国的一样多，也设定目标，希望成员国的国防预算都要达到 GDP 的 2%。在2022年的俄乌战争开打之后，32个北约成员国都有调整自己的国防预算。到今年夏天，预计有23个成员国可以达到 2% 的门槛。这些调整不单纯只是因为俄乌战争带来的战争风险，而是欧洲真的开始担心另一件更可怕的事情：美国全面放弃欧洲。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教授丹尼
在今年5月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有很多证据证明美国正在放弃欧洲，放弃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地位，甚至是退出北约。而这种讯号极其危险，不但有可能扩大俄罗斯的侵略野心，也会威胁美国的安全。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担忧，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本段的第2个关键字，也是川普主要的竞选口号：美国优先。BBC 的资深记者利特尔提出一篇很深度的分析报道，当川普说出不想要再出钱，要欧洲人自己想办法负责国防的时候，美国在2战后为自己设定的国际角色就已经被川普改写。而最大的隐忧在于，哪个欧洲国家有办法挺身而出，填补美国离开欧洲后的空缺。也正是因为美国出的钱最多，在北约的话语权最大，让川普上台之后对欧洲的批评毫不嘴软，连同他的执政团队也是一样。例如副总统范斯说对于协助欧洲感到厌恶，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说欧洲不劳而获的行为非常可悲。专家认为，美欧关系的急速恶化是俄罗斯总统普丁最乐见的局面。虽然还没发生，但川普可能对北约造成的伤害，像是退出北约这种事，后果将是无法挽回的。重点是，无论将来谁当美国总统，川普美国优先的立场会持续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所以欧洲不能只是坐着等川普的任期结束，一定要主动做出调整。为了预防美国真的离开北约，北约跟欧洲国家最近也是动作频频。例如，北约秘书长吕特今年5月表示，想把成员国的国防支出占比从目前 GDP 的 2% 提高到 5%。德国国防部门也认为，俄罗斯在2029年恐怕就有足够的实力攻击北约，所以要求德国的武器要全面升级，预防可能的军事冲突。德国总理梅尔茨也曾经说过，长远来看，欧洲绝对要摆脱对美国的军事依赖，北约一定要走向欧洲化，建立欧洲本土的军工产业链，取代目前只有美国才具备的技术跟武器。虽然北约跟欧洲开始动起来，但如果美国真的离开了，北约还会是现在的北约吗？我们借用国际关系专家莫洛尼的话来做最后的总结。北约的欧洲成员中，不管是英国、德国或法国，都不具备可以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因为从历史上来看，美国一直扮演粘合剂的角色，把北约各国统合在一起。一旦美国离开，要欧洲国家彼此合作去领导一个组织，从过往经验来看，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欧洲已经意识到要花费更多心力在国防上，这是一件好事，但要做好美国离开、欧洲独自升级的目标，依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国际为什么？我们下次见。这集在选题的时候正好是泽伦斯基跟川普在讨论矿产协议，也有提到乌克兰能不能加入北约的问题，就想说趁着这个机会，把这个在俄乌战争中很常听到的名词好好介绍给大家。那当然碍于篇幅，我们很多的细节没有提到，像是法国有很长一段时间跟北约的军事关系很疏离，甚至总统马克宏曾经说北约脑死的言论，背后也都有很多故事。那以后呢，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分享。欢迎大家继续用 #琪琪跟你说来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与想看的主题。喜欢的话，别忘了按下你的赞与订阅。最后要大大感谢每位付费支持我们的频道会员，特别是每位干爹干妈等级的会员，有你们的支持，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